好，这一节要来讲这个更新资料与 View Model。那我们这一节就是要来做这个更新资料页面的调整跟这个程式的调整。那顺便会提到一个重要的设计观念，就是这个 View Model 是什么东西。那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这最左边的这一个地方有个 EDID， 就是我们今天要修改的这个页面。那编辑页面也跟新增页面一样哦，在 Ctrl 的这边会有这个两个方法啊，一个是这一个 get， 一个是 post 的方法。那这边的观念当然也是跟这个新增一样，当我们进来的时候是走 get 方法，就是走第一个这一个方法 get 的方法。那当我们按下这个 save 的时候，会走这个 post 方法，也就是第二个。好，那我们就开始来做这个修改。好，那我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它怎么会取到这一则原因就是网址的这个部分，这个是我们这一则新闻的主件的部分。那透过这个主件，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一则新闻的内容。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式是怎么走的。那为什么放在这里？这个值是怎么会去抓到的？这边可以看到，第一个 get 的这个边走进来，它会传一个 ID。那这个 ID 就会是这个值，那这一定是哪里有去做宣告？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路由的地方一直没有讲到第三个位置。第三个位置它这边已经宣告说，这个位置就是一个 ID 的变数，所以将来你要怎么取到网址第三个位置的这个值，你就在这个方法这边打上同样名称的 ID。那这个 ID 怎么来的？就是因为这边叫 ID， 所以你要取得第三个部分的网址的内容的时候，你这边就要同样取名为 ID， 然后这边就是看你第三个值因为我们第三个值是 GUID， 所以我这边就会预设说有一个 GUID 会从第三个网址的部分传来。那如果你这边是数字的话，你这边就要改成 INT 这个是一个对应，你自己要去做修改的。那所以说，因为今天第三个位置是这个 GUID， 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在程式这一个 get 方法取到那个 ID 呢？就是这样子去做一个宣告带入我们这边 ID 就会是那个值。好，我们先来看看它这个程式片段在做什么东西。第一个，如果 ID 是空的话，我就找不到页面，这什么意思呢？就这样没有东西ID 是空的，我们就会导到404那 fun 的页面。好，那第二个，这边的程式就是在写说，我在这个 news 资料表找一下组件跟这个 ID 是符合的，我们就把它 return 回去。那这边中间还穿插一个程式码，就是如果 news 是空的，什么时候会是空的呢？这一段程式，如果你在这个资料表找不到对应的这一笔新闻，就会是空的。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比如说我这边改成3，这样就会找不到。好，一样。找不到的时候，这边就会是空的，然后就会回传一个404找不到的页面。好，如果找得到不是空的话，就继续往下走，回传这个 news。那回传这个 news 其实就跟这个model 回传是一样的，其实它就是把我们捞到的那一则新闻给回传到 view 的这一个页面。那这个页面会在哪里呢？就是这个 EDID 的页面。好，那这边的话，它一开始就宣告了这边会有一个 news 的资料结构的 model 会传过来。那这边的话，它就会这都是一个 tag helper 的一个写法，这我们之后会再教。那这样的写法就可以将这边传过来的 model 资料给秀在画面上，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就会产生这样子，然后每一个 input 都会有带值。那这个是这个 tag helper 的写法，之后会再教。我们这边先略过，我们先看一个大方向的观念跟调整。那透过这样子的话，我们进到这个页面就可以取到这一则新闻的内容，然后把它放在这一个该放的 input 里面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做什么样的修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页面有什么问题。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有些栏位，比如说这个 insert tag 跟是谁 insert 的，这个应该不是要给使用者来决定的，跟这个 update time 也是一样。这个应该是当你送出更新的时候，系统那边要去决定这个值不可能让我们使用者自己去修改比如说我今天明明就是17号的5点28分，我改成7号，这种
更新时间不可能会让使用者修改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个调整呢？我们的DTO 又派上用场了，所以我们这边要来做一个 EDIT 专用的这个 DTO， 然后稍微修改一下名称。好，这几个栏位这6个栏位是我要交由使用者去决定的栏位。那第一个是这个组件的 ID， 我们也是需要的不然我们不知道使用者要修改哪一笔。好，所以这6个栏位是交由使用者来决定的。所以原来的这一个捞资料的这个程式中间这一段，我们就要来进行一些修改，因为它这边是捞出全部的资料嘛，但是其实我们不需要捞出全部的资料，我们只需要捞出我们想要的资料想要给使用者修改的资料就这6个资料，然后最后把这个资料回传给这一个前面的这个 view。 那因为我们这个回传的 model 的格式已经变了，我们刚刚新创的这一个 news EDIT 的 DTO， 所以我们这边最上面的部分当然要改掉了。改掉之后下面还蛮多栏位我们就要拿掉，因为这些栏位我们不是要给使用者去做新增的，所以这些栏位拿掉之后程式基本上是可以运作起来的。就剩下的这6个栏位就是要给使用者去做决定更新的这个栏位。那这样程式虽然已经可以正常的执行，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小问题。什么小问题呢？这边的话我们部门的名称正确的状态应该是不可能叫使用者自己去输入代号应该是我有个下拉选单让他选择说这个是哪个部门的新闻讯息，所以这边应该是一个下拉选单。那做成下拉选单，我们一开始要怎么做呢？我们这个页面一定还需要说今天有哪些部门，所以我们要有把哪些部门的资料送到这个页面来，所以我们今天要做这个下拉选单还必须要有这个资料送过来，我们才能够做出部门的下拉选单。但是今天这个资料我们已经送了这一个 news EDIT DTO 的这个资料过来了，那我们怎么再送部门资料过来呢？那这边可能会想到说是不是用之前的 view data 把它传过去，就不用这种 model 的形式。但是我觉得这个算是在页面中一个蛮重要核心的这个资料，所以我们一样会用这个 model 的方式去做传送到 view 前面。那但是这边已经被这个占走了，所以我们今天这边就要来讲一个今天要讲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我们传去 view 的资料，我们应该另外去建一个 view model 的类别来去做传送不会是用这个 DTO。 所以我们这边创一个 view models 的这个资料夹，那里面就专门在放这一个我今天想要传到这个 EDIT 的这一个资料，我们就会取名为对应的名称，我们就会叫它 news， 然后是 EDIT 的这个 view model。 那这里面会有什么资料呢？这里面就会有2个资料了。刚刚我们是传这个 DTO，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传到这个 view 的页面，我们会有2个资料，一个就是原本我们刚刚传的 news EDIT DTO 的这一笔资料，跟我刚刚想要做下拉选单所需要部门的清单的这个资料，所以这边会有2个资料我们需要传到这个 views所以我们这边先建立一个 news EDIT 的 view model。 那建立完之后，我们这边就又要来做一些小修改了。什么修改呢？好，那这边做的小修改是做了什么调整呢？第一开始我先要建立这个 news EDIT view model 的这个类出来，那接着我们把类里面的这个 news 这边就刚刚没改的，我们一样捞出 news EDIT DTO 需要的资料给到这一包里面。那第2包我们就把我们所有部门给捞出来，然后放到第2包里面。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做一些小修改现在变成是2层了这个 view model 里面有2包资料，一包就是我们新闻资料，一包就是我们部门资料。好，那最后的话，我们再把这个一大包传给这一个前端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写法。所以今天如果你有2-3包资料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都把它统一放在 view model 里面。那我们第1节课用 DTO 的这个传法，基本上是先做一个简单的示范。那真正你要传到 view 的做法，应该是创一个 view model 那这边有个重要的观念，其实 view model 跟 DTO 一样，它就是一个类，它没有额外的功能，但是我们对这个类
取名这个名称是有带一个明确目的的这个类别。那 View Model 的目的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要传到这个 View 里面的资料，我们会习惯叫这个类叫做一个 View Model。那第一节课就是一个暂时的做法，那真正的做法应该说我们传到 View 的这一个类，我们都会把它定义为成 View Model 的这个字样。定义成这样的好处就是说，我们今天一看到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类是作为 Controller 传到 View 的这一个 Model 资料的类，就会叫这个名称，所以我们就会很好的理解。好，那接着这边已经改成这一个 View Model 了，所以我们这个编辑页面的这一个要做一些改变。那接着这边已经改过了，所以这边下面的栏位都要再修改，因为现在我们 model 变成有2层了嘛，第一层就是这个 news 所以我这边就快速的加一下，把原来的栏位都加上这个 news。 好，那这样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好，那最后我们要来做什么事情呢？最后我们就要来做这个下拉选单。那下拉选单我们这边先不用这个 MVC 里面提供的 take helper 的写法，这个我们以后等到要教 take helper 的时候，我们再来教怎么写。我们这边先单纯的用 HTML 原生的写法嘛，我们就是这样子。那这边的话就是我这边 name 就会是这个 ID，然后我们这边给它一个样式好了，应该是 font slate。那接着的话，我们要把部门名称都给一列一列把它列出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 for each。那这边的话就是基本上程式的写法应该不用特别再教了 for each， 然后把这一个部门的名称一个一个 for each 出来之后，这边就是把部门的名称 name 给印出来。那这边的话当然要有这个值嘛，所以我们这边就把它给打出来。好，那这样的写法应该是不难看懂吧？我们就是一个原生的写法，也没有用到这个叫做 take helper 的写法，我们用原生的写法把它这一个下拉选单给做出来。好，那做完之后，我们就来可以看看画面长什么样子了。有没有看到画面就出来了？这边本来是一个自己 key in 的数字，变成我3个部门的下拉选单，我可以直接用选择去做修改。好，那这样子我们可以按 save 了吗？当然还没有啊，因为我们的第2个方法就是我们 save 的这个程式部分，我们还没有去做修改。那我们第一个要去做修改是哪里呢？这跟我们新增资料的那个地方观念一样的，我们这边用自创的方式写法是不太好的，所以我们会用我们刚刚建的这个 DTO 把它去做一个接这个值。那所以我们这边接的值就是用我们刚刚建的 EDID DTO 去接。好，那接完的话，我们就来这边看一下它的里面的程式在写什么。那这边的话，它是做一个判断，我今天传过来的 ID 这个是什么？这个也是第3个网址的部分。它今天 post 出去一样是 post 这一串网址，那浏览器读是 get， 那 post 出去第3个网址，所以它这边一样取得到 ID。那它这边的 ID， 它一开始判断说网址的 ID 如果不等于你送来的这一包，这一包是哪里？这一包是这里面这些栏位，最后你按下 save 的时候，它会 post 出去一包东西。那一包东西，因为我们这边用 font 包住，所以它会 post 一包东西出去。那一包东西怎么取呢？就是用这样取，会取到。基本上它为什么会去做匹配，就是你今天里面的栏位是叫这些栏位，然后我的 font 里面有 name 的这一个栏位，跟这个栏位一样的东西，它就会匹配到，你就可以拿到。好，那今天会去匹配说，如果网址的 ID 跟你这一包的 ID 不一样，那我们一样会一个 not found。那基本上不太正常的情况下不太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所以这边我们就简单看过。那第2段的地方，其实一开头的这个地方跟新增一样，它要去判断说你有没有栏位是不符合规则的。那验证这个部分我们以后也会教，我们这边就先简单带过。如果验证不符合规则，我一样就是回到这一页，然后回传你刚刚输入的东西，又把它丢回前端。但是这边丢回前端，我们不应该是丢这一包，但是我们今天先不教这么多，我这边简单写就好，因为我们不会运用到这个程式，所以我这
这边先随便乱丢哦，不要太在意。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程式，里面的程式就是我们今天要做一些修改。那它这样的写法在我们实务上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就是整包东西直接全部交由使用者去做决定，然后直接给它更新上去。那实务上绝对有很多栏位不可能是交给使用者去做更新，所以这样的更新写法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在实务上发生。有可能发生就是一个你随便很随意的小专案，你可能会用这种很简单的方式去做更新。那所以说我们这边要怎么样去做更新呢？我们第一步就会这样，先找到那一笔，那你要用 ID 也是可以啊，我要更新的那一笔资料。接着如果这刚刚有示范过，如果他找不到嘛，我们这边就会返回那放。那所以说我这边反过来，如果找得到，我就去更新里面的资料。那这6个栏位就是我直接一笔一笔去指定说哪6个栏位我要去做更新。那最后这2个栏位是什么栏位呢？第一个是使用者，哪一个使用者去做更新呢？基本上是登录之后我有资料，我会去取得那个登录使用者。那这边我还没登录，所以就写死。那第二个系统指定的部分就是这个更新时间，我会去抓现在的时间，这样应该没有很难理解，就是这2个栏位会是系统去决定更新的，不会交由使用者哦。这边就是把使用者传来的这个资料，把它取出来之后，说我这个捞出来的这个 title 要更新成这个啊，这应该也没有很难理解。好，那最后的话，我就去做一个储存的动作，然后返回列表页面。这一连串的动作就是在做这个。那他这边好像写了很多东西，他是在做什么呢？他这边做了一个 try catch。那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一个 catch 出现呢？它这边的出现就是说，如果今天更新失败的话就是 update 出现例外的更新。那这边他有说如果根本就你这个 news ID 它在你这个资料表根本找不到根本不存在嘛，所以我这边就是直接叫你去404的页面。那如果其他情况它就没有再特别写。那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写了这样子，所以不可能会出这样的错误，所以这边的 try catch 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写了，因为我们一定会去找得到一笔之后才去做更新。所以那如果找不到的话就会走最后就是又 return回来这里，那基本上进来这里应该就是可以成功更新了。好，那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程式就是在做特定栏位的更新跟系统栏位的更新这样子。好，接着我们来试着改这个资料这一笔资料，那我们这边就随便加个2，然后这边我们把它改成农业局。那日期的话，我们把它改成20跟21好了。那这边我们取消这个 enable， 然后接着我们就来按下 save。好，有没有看到这一笔？基本上我们进去 detail 看好了，后面内容跟标题都加了一个2，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被改成农业局了。那最后的话，开始日期一个是20跟21，然后 enable 是这个没有打勾的这个状态，那代表说我们这一次的更新的调整是调整成功的，是可以正确的去做一个更新的。好，那其实这一章的难度就开始有点提升了一些，因为它越来越多综合观念的应用，那不懂的人可能要再多看几次，或者是自己多动手做几次。那但是如果你真的还是有困难的话，那也没关系，你就跳过继续往下看。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章很多东西都是它自动产生的嘛，那其实蛮多基本观念在里面的。那这边只是为了先让大家尝鲜看一下这个新增、修改、删除的功能不然都一直没有实做出一个东西可能光讲基本观念会看不下去，所以这边只是一个尝鲜。那我接着回头就会开始来讲这些标签到底是怎么用，然后这些传递过程、这些接收过程是怎么去运作的一些基本观念，后面会一个一个再把它讲回来。所以你这边很多东西可能因为太多基本的东西没有讲，所以你一下可能没办法搞懂没有关系，你就跳过继续往下看，这些基本观念会一个一个再都把它讲回来。那最后这边再做一个这一章的总结，就是第一个我们多了一个 view model 的观念。那第一节我们只传了这个资料表到这个 view， 那但是很多情况不可能只有单单需要某个资料表资料，我们可能还有很多辅助的资料，比如说像我们这一节辅助的资料就是这个部门的资料，因为我们要做这个下拉选单，所以可能会传资料表的资料跟一些辅助的资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一个 view model 的类，然后把我们这个页面所需要的主资料或者辅助资料都包在这个 view model 里面。那这个就是一个 view model 的一个功能。所以 view
view model 的定义就是我们要传去 view 里面的 model 的这一个类，我们就会叫它这个 view model。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以后人家来看，看到你这边命名是这个 view model 的这个类，我就知道说，这个是 news edit 这个 view 的这个页面所用的这个 model 的这个档案我们一看就知道。那大家都有这个习惯，看起来就是很好维护，这样统一的命名是会有维护上的好处。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斑点的想法会跟新增一样，我们这边就会另创一个 DTO 去做这个斑点的动作。那最后就是我们局部更新的做法这边是我们指定的局部更新跟系统的更新就不会直接一个 update 直接把使用者传来的东西直接更新基本上这在实务上是比较不太可能这样做的，通常都用这种局部更新的方式去写。那这个以后有更好的写法，这之后会再教，这边先教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写法。那所以说今天的这一个更新资料的调整跟 view model 的一些观念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